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大山里面，今天来看一座唐代的古城。说到唐代的城池，大家一定会想到长安的繁华、洛阳的雍容、河西走廊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城池。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座城池却是有点不一样，它全部是由石头打造构造而成的，里面呢还有唐代的监狱，这也算是全国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代监狱。这座城池呢，算是在这个大山里面静默了差不多1000多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穿越时空，走进这一座被时光遗忘的石头城。这一座城池呢，算是在这个半山腰上面，在这个顶部还有一座小庙。在山西庙宇是特别多的，每个村都有。那这一块呢，是在山西襄宁的安坟村。现在是叫安坟村呢，以前这里是一个县城，叫做吕乡县。我们从这一块走上去，就能够看到唐代的古城了，应该说是唐代的县城。这里写了唐代古村安坟。它最开始不是一个县城最开始呢，几千年前这里呢就有人居住，后面慢慢的发展，到了唐朝初年，由于重新划分，这里呢就被确定为是吕县县城，县衙也是在这个里面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在里面能够看到很多古建筑遗址，包括一些石头窑洞、石头房屋。像山西很多地方都有石头房屋，你像太行山里面是非常多的。刚到这里的时候就碰到一位奶奶，她应该是住在这一块。她告诉我以前的老城门在哪个位置，以及呢，她说这里确实设有一座唐代的监狱。唐朝监狱唐朝监狱。这一座古城现在也可以称之为古村，它的历史呢是非常早，远早于唐代。这里呢最初是远古炎帝后裔吕姓部族的最初落脚点，古称呢吕乡。唐朝贞观初年，公元627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呢改行政区域划分，将此地的平昌县正式更名为吕乡县。这样的话，这里呢就成为一个县衙所在地。等于这个地方是因为李世民才有了县城。由于这个地方是属于在一个山谷旁边，又算是扼守交通的要道，那这座县城呢也是一座驿道县城，军事要塞。此后呢，这个县城大概存续了300来年。5代的时候，这个县城呢划归到襄宁县，慢慢的就淡出了视野。这个地方后面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村落。在襄宁县志中，对于这个古县城有8个字的记载：依山临玉，坐北朝南，算是精准勾勒出这座古城的选址智慧。这一座古城它是由石头构造的，在这一块呢有石墙、石模、石城门、石柱、石碾等等，只要跟石头有关的建筑都能看到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一眼看到的石构建筑就是这个城门，也可以说是那个石头通道，这个是唐代保留下来的。以前这里呢就是进入这座古城算是唯一通道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门还是挺长的，它也是根据这个山势来建的，属于一个坡度。我们呢就从外面往里面走，来介绍一下这个城门。感觉和旁边那个黄泥土都融为一体了。那里还有几个窑洞，可能呢是之前有人居住。以前的村民就是从这里进出的。刚刚我们走的那条路听刚才那位奶奶说，其实没多少年，是上面修了一些东西，才从那边弄了一条路出来。这两边呢还加了一些挡的一样，你看刚好连接那个城墙，可能是防止它坍塌吧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。因为如果是当时修建城门的时候，这两个绝对是没有的，因为
假如说敌人要攻打，有这个不是天然的石梯嘛，所以说这个在修建城门的时候没有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往里面走，可以看到这个地面呢全是这些条形石，这里呢既是通道，也算是排水措施。可以看到中间低，两边高，这个在很多古村落或者古城里面都是这种设计的。资料介绍，这个城门应该是唐朝留下来的，到现在差不多1300多年，将近1400年了。那按照计算，这个村落大概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城门呢，它不是雄伟的城楼，而是一条低矮、狭窄、陡峭的拱形门洞。确实是如此啊，高不过那个藏鱼。我估计啊，这个地方也是经过修缮的。另外，我们在这个可以看到上面地上有一些闪闪发光的，那这些啊，就是被千年马蹄与人的脚步磨得油光锃亮的青石板，就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有人走就形成这样的了。当年呢，无数驮着食盐、茶叶、丝绸的马帮商队，正是从这里进进出出。在这边还有几个孔，这应该是当时装木门弄的那些东西。下面有一道门，这里呢应该也是有一道门的。然后封闭的时候，这里呢是可以堆满石头，敌人就进不来了，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防御措施。走在这个门洞，我们闭着眼睛想一想，在1000多年前唐代的场景，那个马帮马匹上面有铃铛声，然后呢还有叫卖声，以及呢那些士兵穿着铠甲走动那个磕碰的声音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这就是时代的记忆嘛，让人仿佛穿越那个时光，穿越时空。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古城里面了，在这边还看到一个窑洞，这些都是后面弄的。以前城门这里是有人守卫的，我们可以走到这个城门上面来。当然，这是后面经过修缮的，弄水泥，弄成了一个平台。看，这下面就是一个山谷。以前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道，当时连接河东盐池，就是运城的盐湖啊，与吕梁山腹地乃至塞北大漠的唯一通道。盐呢是古代的战略物资，路呢是国家的经济命脉，故而这个地方呢，在以前呢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是商旅必走之地。在城门这一块还有个大的平台，这里呢也有很多石头构件，应该是以前的石磨、石碾这一些。可能啊，这里是一个生产的地方。就当时后面不是城池的话，村民在这里搞了一个加工的吧。这很明显了，在这个边上看一下，全是那个巨大的石头城墙啊。反正这个地方目之所及都是石头啊。从大门进来之后，立马就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大家看一下，这算是一个墙吧？那这里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到残存的这个墙壁，高的地方可能有7、8米，而且厚度的话，可能都有50到80公分。那么里面当时一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。我们从这边过去看看是什么。不过这里面现在杂草很多啊。现在看不到是什么了，这都是之前留下来的石磨、石碾这一些东西。可能剩下比较的多建筑是在前方吧。这里还有那个石刻啊，我们得找一下，看看在哪个地方。
这边是一个院落，这应该是一个灶壁，也算是一个小房间。过来之后是那种窑洞的房屋，这些房屋真的还可以住人的。这些应该是有100来年的历史吧。看看里面，纯石头的那个窑洞啊。这一块是窑洞，这一块也是，这边也是，这应该是一个通道。那整体，刚刚我们看的，这应该就是一个四合院，也算是当时的大户人家建造的。这边也是啊，可能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这进来也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，一个、2个，后面还有。这一块就非常大了，这算是一个大户人家。你看啊，1、2、3，三个窑洞，1、2、3，这边2个，这算起来加起来10来个窑洞了。这一块看起来费了挺久的。现在这里看起来都是残垣断壁呀，挺可惜的。整个村落其实都是差不多，很多都已经倒塌破败了。在倒塌的窑洞旁边，这里呢又出现了房屋了，可以看到砖块。那么这些就历史比较短了，可能早期呢是那种石头窑洞倒了，后面经过修缮加了一些砖进去。这里又出现2条路了，这主要是由于这个古城，也就是村落，我们现在说村落嘛，它的房屋啊是依山就势建造的，有一些在低处，有一些在高处，特别是这些窑洞啊，就会出现一种情况，你家的屋顶是我家的院子，这是黄土高原的一个特性。你像这里其实看得比较明显，这是下面一层窑洞，上面这个房屋是2层，以前有人就住的，他一出来就是在这个窑洞的顶部，这是特性啊。看看，这都是非常巨大的石头堆砌而成的窑洞啊，可以说能够建出这样的房屋，以前呢都算是大户人家。另外，我们看这个砖块，这明显的就是可能明清时期的砖块了。它这个窑洞并不是明清的，而是这个砖块在明清时期加上去的。这看得很清楚啊，因为如果是同一时代的话，它不会建造成这个样子。这门肯定是现代的，来里面看一下。进来之后，体感温度起码一下就降了5度，这就是窑洞的特性，冬暖夏凉。这窑洞看起来是不大，但是当时呢，应该是住了1家人。地上都是泥土啊，就证明这个窑洞呢是很久远、很早的。如果说是近些年或者是上个世纪的窑洞，地面呢一定会硬化，并且呢，这个墙壁上没有粉刷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窑洞的历史非常悠久。它这里还有个洞穴，这是上面的情况，也是用石头盖住的。这里不知道弄的是不是逃生通道啊？这一看就是历史比较久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。这个房子应该是清代的。我们可以来这里走一走。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窑洞，这边有房屋，这边有房屋，那是不是这2户的院子就是下面那户人家的屋顶？这就是特点了。只不过呢，现在有比较多的杂草。这村子的道路还挺宽广的，
在这边又看到巨大的那个石墙了，这些都是当时搭建的一个平台。这一块看到一个巨大的石碾，在这种大山里面种植的可能是苞米占多数嘛，石碾就出来了。看这个石碾应该是用了好多年呢。这还有一个小庙，这个供奉的看不出来是什么，感觉是图腾一类的。因为这里有人居住的历史比较长，可能有3、4千年的历史。那么在那个时候信奉的东西跟现在是有点不一样的。我也找一下以前的县衙在哪个地方。这些都是之前用来居住的。这一块的精美，感觉有点不一样啊。2层的窑洞，啊不对，是1层的，但是它的高度就很高，进去看看。和我们刚才看的是天壤之别啊。当然，这个应该是后面加的。这地面上也加了砖，这肯定是近些年修缮这里搞的。旁边就不一样了，这很多人挖过。这种废弃的地方，经常会有人挖一些东西，可能是探宝吧。来旁边看一下，这应该也是经过修缮的。看情况，里面应该是一个大的四合院呢。还真的是，这是典型的四合院布局啊。这应该是经过修缮的，可能是想开发这个村落吧，可惜后面没弄完。这是主窑洞，这应该算是2间四合院。来其中的一个房间看一下，这算是2层的。这地板应该是近几年铺的啊，因为这个可能要修缮，包括以前的炕这些都弄走了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啊。这算起来又是一个四合院，不过这个历史应该没有刚才看的那么久远，这些都是经过修缮的。以前这应该都倒塌了，就是有一件破损，重新修复了。刚才墙壁上面看到一些报纸，是2003年的，就证明啊，在20年前，这个村落还是有人居住的。尽管这一块都是杂草，实际下面的话是窑洞的。又重复刚才说的，你家的屋顶是我家的院子，这里就是如此。并且呢，这一块还挺好玩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一块是马路，是平的，而这个下面呢是窑洞，算是一个四合院吧。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黄土高原、陕西或者河南看到的地坑院，很相像啊？从那边进来，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地势高，而那边低，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特点。往上面走，县衙和监狱还没找到啊，一般县衙和监狱是在一块的。肯定是在比较重要的位置。走错了，不在这个地方。这已经来到了村子的上方了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这个唐代的监狱啊，离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大型四合院、修缮过的四合院其实很近了，一开始都没有发现。那么监狱既然在这一块，那么当时的县衙呀，估计也是在这里的。
因为监狱一般是在县衙里面，我们看了很多明清时期的监狱都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估计啊，都是一脉相承的。那整个这个范围啊，都算是那个县衙遗址了，只不过后面没有成县衙，变成了房屋了。这一块尽管说剩下残垣断壁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巨大的石头，能够想到曾经威严的大唐。那么我身后不远处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县衙的大堂，那旁边那些窑洞呢，很有可能呢是知县的生活区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在1000多年前，知县呢在这里惊堂木一拍，那个声音呢很有可能啊就会在这个山谷里面回响，因为两边都是大山嘛。确实可以想象一下1000多年的场景啊。在这个门口呢，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留下来的石碾，这就是唐代的监狱，这也是现在国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唐代监狱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大，那么我猜想当时监狱呢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点，可能这边或者这一块也是属于监狱，只不过呢是这一块保存下来了。现在呢我们就来里面看一下，这和我们刚才看的窑洞啊都类似，地面呢是经过修缮的。可能很多人会怀疑这里是不是唐代监狱呢？那肯定呢这是经过考证的。监狱呢现在这里啊是看到了有2个房间，一大一小。在以前监狱一般是分为男女的，那这一块大一点的区域很有可能啊就是男监狱。当然我们只是参考啊，因为以前的监狱可能是这周边都是啊。那旁边呢就比较小，那这可能就是女监狱，因为在封建社会啊，男女地位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经常说蹲监狱、坐监狱，其实指的就是在监狱里啊，你没法躺，因为空间很狭小，就像禁闭室一样。那人呢基本上蹲坐着，或者是坐着，半躺着，你想完全躺下来是不可能的。那这可能就是蹲监狱、坐监狱的由来。现在这个监狱可能看不出来什么痕迹，那实际的话，在以前1000多年前，这个监狱里面是非常恐怖的，因为在封建社会啊，监狱可以说是比较黑暗的，在里面呢还有很多刑罚。之前我们在山西平遥古城，还有那个榆次古城，包括其他的一些古城，看到了很多明清的监狱，里面的话那些刑具是非常恐怖的。那这个地方同样是如此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小，现在那些刑具肯定是摆放不了的。那实际来讲，在以前的话，左右这边都是监狱，那么范围是很大，一定是有很多刑具的。现在里面算是看完了，又回到刚才入口这里，准备去山上那个庙看一下。因为有一种传说，上面呢有石刻，据说是李世民的真容像，不知道真假。往这边走，如果说有李世民的真容像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应该是从这里上去吧。我也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乱逛啊，现在也修了一些台阶上去，不是很高啊。快到了，这座庙看起来整体是不大的，据说也是跟李世民有关，包括这个村落啊，也是跟李世民有关。主要是由于唐朝初年呢，有一场大的战役，当时宋金刚他起兵夺取了太原，一路呢南下，想进攻西安。李世民呢渡过黄河，来到河东以及山西，跟他对战，最后把他击败，一路追击。据说呢是追击到这个地方来了。后面李世民当上皇帝呢，这个地方就设置为县了，反正传说是这样的。那后面为了纪念他，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庙，包括离这里附近不远，大概5公里左右吧，
还有一个秦王庙。那这座庙里面最独特的就是这个摩崖石刻，明显的看到是有2个人，通过他们的形象，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定是有身份的人的。特别是这个女子，明显的是皇后的形状啊。有一种说法，这个男子呢就是李世民，我觉得可信度不是太高啊。那个时候皇帝的画像不可能轻易的流出来了。另外呢，就算是李世民，很有可能是当时这个县城那些村民想象出来的。如果大家要去看李世民的真容像，可以去晋祠里面看，有一块碑的背面呢，确实刻画了那个塑像，那一个呢，才基本确定就是李世民。估摸着这有可能是那个龙王庙，供奉的是龙王。小庙我们就看完了，站在这上面看一下底下的村落，也是以前的县城。这一座庙我估计呢跟李世民没关系，而下面这个县城呢，确实因为有李世民才成为一个县城，就是李世民下令把这一块作为县城所在地。从县城后面就变成古村落，整体算的话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将近1400年。历史这么悠久的古村落还是比较少见的。现在这个村落里面到处是残垣断壁，大部分人呢是搬到旁边的新村了，就剩下2户人家在这个上面居住。刚好2户人家我都碰到了，第一户呢是刚才那位老奶奶，第2位呢就是这个大爷，他们算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住了一辈子了。这个地方尽管说现在是残垣断壁，其实呢也是特别适合那些喜欢历史探秘、古风摄影、徒步或者喜欢小众地方的人，一定呢可以来这里看一看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并且呢这里游客很少，你在这一块呢能够安安静静的逛，慢慢的感受历史的韵味，不用赶时间，在这种大山里面慢慢的欣赏，慢慢的去探索，真的是非常舒服。那今天呢我们又算是探索了一座千年石头古城，也算是让我了解到它的历史，感受它的魅力，也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它的魅力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